好，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伙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视频，来自于我们的九门谢雨辰给大家伙表演的这么一个落日骑士1v4版啊！大家伙以后啊，记住啊，但凡看到什么1v几呀什么的啊，这个就是一个人打4个人的。这个落日骑士也是可以4人配合的。然后呢，咱们是你选，如果你用2P 的话呢，就是可以选老2的人物，1P 就是老大的人物。好像据说有的版本呢也可以手动选，不过不要紧啊，设定就是这么设定的。咱们再看看啊，这个视频呢，它不仅仅是1v4版的一命通关啊，非常的珍惜啊，非常珍贵，因为这个1v4版啊，这个怪物很多，很变态，很厉害，它是4个人正常通关的量，你想想吧啊。好的，这个女牛仔非常帅，咱们好像还没有对她进行伤害啊。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咱们是利用这个老二的这个本武，我们愿意叫本武，就是本来的子弹啊，不吃特殊子弹的。如果你不吃特殊子弹，你想想啊，确实有一点难度。不过不吃子弹一命通关，1v4版确实很厉害，而且打的速度并不慢。哎，第一关的 BOSS 啊，第一关这个 BOSS 看起来像个小老板，手里拿着猎枪2连发啊。那这里面咱们玩法可以看出来，先清小兵，先把小兵清光，然后你会发现这个 BOSS 就灭了啊。这个小兵面前的 BOSS 好像是有数量的啊，还是稍微的恶心一点啊。牡丹江哪里的？牡丹江这个从最东北边打车到最西南边，可能花不了30块钱，最多花不了30块钱。你告诉我是哪儿的？牡丹江还能是哪儿的啊？就是牡丹江的吧啊。理论上来讲是桥北的，其实你可以搜一下小狼传媒，你就知道在哪儿了啊。我现在就在小狼传媒，这个地图上都有的，好不好啊？好，这里面没有小兵了。很多人说为什么要这么打呢？这么打是不是太龟了呢？严格意义上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呢，咱们第一这个子弹啊非常面，你看跟挠痒痒似的啊。第二呢，它有点较长的感觉，这样打是最稳的。先把小兵清死，不要着急先老打 BOSS。好了，可以看到打掉一个桶之后，咱们站在一个无敌背。不是什么 my money， 好，还跳了个舞啊！我记得看这种西部电影的这种风格，我当时我记得我看那个《荒野大镖客》啊，《荒野大嫖客》，还有《黄昏双镖客》以及《黄金3镖客》，这里面那个主角长得像贝克汉姆那个，尤其是《黄金3镖客》啊，评分也是非常高，好像没有几个人，就是你但凡喜欢那段的时候，就应该都看过啊。好的，不吃枪，看一下不吃枪。然后那黄金3镖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长得像贝克汉姆，是主角啊，他就是好人，还有一个就是坏人，那个人长得像刘德华，是真的像刘德华，你别看他是个外国人，但真的像刘德华。还有一个人长得像徐锦江，啊，就是3个人，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一个是他妈小人啊，这3个人。那个电影呢，虽然说其实没啥意思，我个人感觉没啥意思，但是那个年代拍的电影其实真好，而且配乐非常好，相当的好啊。好，这里面咱们骑着马，然后呢追着这个火车，要说这个火车想起马拉火车来了啊。牡丹江西4，我是桥北，我昨天还去了呢，应该严格来讲是今天早上啊，今天凌晨下播的时候是去了西4、西5牡丹街。啊，就传说中的21世纪对面啊。好，这里面我们看看啊，打 BOSS 呢，其实我个人感觉呢，学起来不难，因为打 BOSS 的时候呢，就是套路啊好学，因为它比较典型，而真正这个过程比较长，你说你学咋学？啊，你看看这个人骑马，他这么坐在上面居然不会倒，也真的是无敌了啊！他是背对倒骑马，然后一个屁股都是坐马上，怀里抱着一个那个包裹啊包袱，真的狠啊！好，你看就是这么骑马的，这个真的狠啊！牡丹江在黑龙江排第几？哈奇姆家吗？是这么排啊？好，看看这关的 BOSS。老规矩，还是先清兵，对吧？以清兵为主啊。下粗溜这个是狠。好，这哥们会死亡翻滚啊，肯定是怪物猎人玩多了啊，就是翻滚流的。回避闪身，他这招咱们也会啊。但是他这个你看他的姿势也好，还有设定也好，像不像魂斗罗力量的那关？
魂斗罗力量，然后在那个飞机里面，然后有一个 BOSS， 就是这个设定啊，这种感觉一顿翻哈。好，这个所有的游戏你会发现啊，所有是游戏基本上都有这么一个设定，就是说，好，还说句话，死之前一定要说句话。这个所有的电影里面、电视剧里面，以前都是要摆个 pose， 就是死的时候也要说一句话。比如说那个，尤其是邵氏电影啊，人一死之后就要一吐血，然后指一下，你知道吧？还必须指你一下，可能说不出来话，但是要指你一下啊。好，这个音乐也挺好听，但是这里面很多人为什么不打啊？反正咱们挑战的是一命通关，这些高手打这个是可以背板，非常简单啊。然后再有是什么呢？再有就是，再有就是那个，有的时候人死，就是我当时看那个日本那个日和漫画里面啊，日和漫画里面不就是嘛啊，那个一个小女孩就一个意外死了，然后死了之后死神呢就跟她说你完成你的愿望，他说你让我复活一下，然后呢我说一句话，对吧？他就想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有一个日本的演员好像每次在剧里面啊，他不是每次啊，就是死的时候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呢，好，你看那个弹吉他的那个小伙子啊，就是有背景。哎，这个妹子啊，这个妹子身材真不错啊，真不错。这屋里面这个沙龙，如果你进去的话啊，非常爽啊，可能会给你一个补给。里面有一个小妹儿，然后亲你一口啊，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这个。好，看看。咱们在这里啊，一唠到了这个什么谁家的老家呀，或者现居住的地方，可以怎么唠都行，但是不要涉及到那个地域黑就可以啊。是对待地域黑、破坏民族团结的人，在本直播间是零容忍啊，直接就是封号啊，360啊，没有什么好说的啊，一定要提醒一下啊，合理唠。哎，怎么看这个牛仔一看就是哲学，这哥们一看就是哲学啊，肌肉块非常重，然后非得穿的这么暴露。就是有点像比利王似的，是吧？比利王最狠的那句话是什么 ？As we can， 是吧？但是比利王好像已经走了啊，他好像2017年还不是2018年的就已经去世了，忘了。早期那个鬼畜啊，都是靠这帮人撑着的，什么现在呢，什么元首啊什么的，都人都没了。好。什么 trouble 是什么麻烦？看每个人死之前说话都不一样。虽然说我英语不好，但是有些单词我还能听懂。哎呦呦呦，好，妹子 ，Please help， Don't worry， 好，进屋了啊！这里面有个特殊 boss 啊，这两个人叫海尔兄弟啊。又有妹子啊，你看那妹子被绑在那儿。妹子身材不错啊，腿非常细，而且胸还挺大，金发碧眼，好生可爱。打这个 boss 呢，很多人小时候不会打，但是事实上呢，就是你看他扔这个雷的时候呢，你不是说非得完全躲开，哎，比如说像这样似的，看起来像烧到咱们了，其实没有烧到啊，其实没有烧到。咱们的玩法是先把这个左边的先打死，先把左边的这个小魔术师搞死啊，这是最主要的。好，哎，我狼现在19万那个人气嘛，那个热度嘛，好屌啊！这我感觉瞬间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那个中小型主播了，对吧？前2天是小主播，现在是中小型主播了啊，相当狠了啊！该说不说这个，好，你看这个就是游戏的一个，你看一个小技巧。咱们可以在这里直接就是他打不到咱们啊，这哥们儿他有枪不用，然后非得用那个燃烧弹，他不怕把自己烧了吗？然后那个女的你被绑就被绑，你为什么给他更级的累不累啊？好，打死之后这3个人原地一蹦啊，当梆梆梆梆梆，英雄救美。那是我看那个哆啦 A 梦里面啊，也有好多集啊。就包括新版哆啦 A 梦也是啊，就是大雄不是射击好吗？啊，开始了，哎，表演节目了。哎呀呀，哎呦这小节目，哎，还特别朦胧的给照上了一个灯，
看不到啊，这个我感觉这得拖啊，这得拖，这不拖没啥。哎，你看扭定了，哎 ，I will 什么 tell you 什么玩意儿的，什么什么这那，好，又是下一关啊，这都是奖励关啊。就一说起这个，我感觉还是小时候玩麻将，小时候玩那种麻将啊，挺好的，跟那个女的对吧？跟一个女孩子玩麻将。然后呢，如果你输了就输了，如果你赢了的话，这个女的会，还有那个什么中国龙啊，大家伙玩没玩过？第一关叫入门关，然后什么居庸关、家喻关，然后你赢了之后呢，然后那个是吧啊？而且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天蚕变啊，蜘蛛美女，就是有点你摇杆操控一个像鼠标似的，然后慢慢往前画，然后画出一个框，到最后你可以赢的那种，我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啊？好的，披风侠，这个人也是有这个技巧的啊。他一直在跳，但是咱们看看怎么搞他。好，那种游戏咱们不能直播啊，你直播就封号了啊。现在我玩那个，但凡有德州扑克系列的也不行。比如说我玩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就是什么小刀啊、高进啊、友。那个确实不行啊，你玩就直接封直播间啊，这真的是啊。天蚕变那时候小时候特别羡慕会玩的，其实我真不是为了看他那个就是脱衣服。好，还有一条命啊，你看盾牌打掉还有一条命，操，开玩笑啊，就是为什么打死了之后还能把盾牌一撇，把一扔，然后挺了那个5秒钟，然后才死。精神病啊！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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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它这个旋律，有点像那种就是口水歌曲啊！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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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梆梆梆梆梆。我狼最爱野球拳，我真的我野球拳嘛，那时候我没有必玩，那个野球拳那个时候属于大型的。就是最起码它那个显示器肯定要比咱们正常显示器要好。然后那个野球拳，我就发现了一件事啊，就是一帮人玩那个野球拳的时候呢，只要你是个男的玩，你是男的就不行，你没玩几把，他没脱2件你就输了，你已经输了啊，是不是啊？按传统玩法你已经输了，对吧？我准备收拳，他左刺拳啊，打我眼，我大意了啊，没有闪。但是呢，我就看那个时候吧，我们那边就是玩游戏机，那时候小时候家里人、老师啊，什么学校其实都不让玩。不是还有那句说话吗？就是什么网吧、游戏厅啊，在学校周边150米之内不能开。但是那时候游戏厅赚谁钱呀？就是赚小孩的钱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时候什么赌博机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流行啊，对吧？但是那个时候呢，哎，就是什么意思啊？我跟大伙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就赚小孩的钱。然后这个，你就一帮小混混在游戏厅里待着。小混混呢，标配是什么呢？一般它有好几个标配。第一，小混混一般都是什么呢？在学校里不好好上课，不好好学习，肯定就是要初中毕业就要走向社会的那种啊，要不就是已经走向社会了，就是小混混。第二呢，就是什么呢？啊，他肯定有一个姐夫，或者是有一个姨夫，或者是有一个姑父啊，或者有一个哥。啊，是一个有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啊，那种啊，就是我比如说一说话就是我姑父谁啊，你敢打我啊，这是标配。第3个呢就是啥呢？欺负小孩儿，哎，他就欺负比自己弱的人，你知道吗？第4个呢是什么？就带小妹儿，他带个女的谈对象，那女的也是社会小青年，而这女的一般来讲呢，长得呢还可以啊，有点姿色，但是呢，特别对吧？有点那种就是风尘女子那种感觉啊，然后这种女的呢，就愿意玩这个野球拳，她去玩，她一把都没输过，直接把什么苍井空、武藤兰、饭岛爱、什么小仓奈奈这帮人全脱了，我是真服了啊，这是有点东西这个人啊。好，这关的 BOSS 呢，其实打起来多多少少是要以左和右为基准的，你会发现他的扇面攻击打咱们呢，大概是有大概是屏幕的90%左右，但是呢，由于最后几帧比较慢，所以说还是挺好躲的，打的稍微慢一点，如果速通的话不是这么打。好，这个
这个人就不杀了啊。咱们看啊，虽然说是印第安人本土人啊，但是就是这个美国它的这个特有的这种啊政治理念是不是啊？它就政治正确，所以说呢这个不能杀。但是呢这里面呢有这个他女儿说啊，我爸爸是好人啊，对吧？如果你要是放过我爸爸一马，我愿意以身相许，好吧？然后呢这个牛仔跟他说以身相许行，那个，但是呢，你就说多少钱吧。然后那个女的说那个出台800啊，然后说太贵了，我就抠，我穷，我走不了，我就赚点钱去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标配啊，我哥是刘华强。其实正常啊，就是咱们这个是开玩笑啊，咱们不愿意去搞笑，因为游戏毕竟还是虚拟的，也没有什么原型，咱们就不多说了。相信啊，大家伙儿都知道这个猫和老鼠啊，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印第安人啊？就是你们看猫和老鼠有好几期获得那个奥斯卡最佳那个动画短片奖啊，就是有几集，其中有一集就是传说中的这个汤姆，他就是印第安人头型的，有很多处暗示啊，他是本地的。然后你会发现杰瑞跟那个小老鼠啊，杰瑞跟那个小老鼠呢，这个一起欺负这个汤姆。后来给汤姆打败了，一起分东西吃，然后结果全让那个小老鼠吃了。那里暗指小老鼠就是美国，杰瑞就是英国，然后汤姆呢就是美国，不是汤姆就是本土的印第安人啊。结果还被人一顿欺负，然后还得感谢他，最后汤姆还得感谢那些老鼠啊，非常厉害。好的，感谢我们的鬼老板一手飞机。好，这个哥们儿更哲学啊，这哥们儿长得像昆山龙哥，就是那个恐龙快打的第2关，是不是？啊，你看看这个 boss， 虽然说啊，这个 boss 也不难打，但他比较难的是这个树上啊，有时候老藏人。他这个枪，我操，有点连发的感觉。你看啊，射速很快。这个 boss 傻呀，为什么站着不动呢？以为找到了一个堡垒就开始装逼啊，是不是啊？这个人现在说，这个人说李团长。啊，我们是八路军72团的独立大队，我们是友军啊！你赶紧把你的炮收起来啊！太狠了啊！这人叫山猫子是吗？啊，山猫子，我有时候这些人的魂名啊都非常有意思啊，对吧？谢宝庆你拿正常名说也就说了，山猫子是啥？太狠啊！这个名字好看，他说啥？也打不着人啊！临死之前还扫射一番，嘲讽一下啊！山本，我羽翼仙人，给句通二话，投降不投降？太狠了！好，一个雷炸开。啊，感谢我们的石佛哥一球子办卡，哎，我感觉每天我这都是咱们这些小伙伴来养我狼，实话实说啊，这小伙伴养我狼，我狼实属不易的，真的。被火烧死之后那么惨啊，相当残忍。咱们说100多种死法啊，就是哪种死法作为刑罚来好啊，怎么的？就是哪种死法是最残忍的，兄弟们啊，被烧死。被活活蒸熟了、煮熟了什么的，还有什么凌迟处死。好，还有这个加特林是吧？啊，死亡加特林，这个姿势，这不是后入式吗？这个姿势啊，炮烙、凌迟，相当残忍啊！这个你的声音。真的是狠啊！还有活活闷死的，啊，是确实太赖了啊！无期徒刑是什么鬼？啊，等左上角那个小伙子啊比较狠。哎，你看女的，为什么女的跑步都是这么跑呢？啊，为什么都是这么跑呢？而且跑的时候还内八字啊！这个我不是那个说女性怎么样，我就说这个意思，就是她这是生理结构问题嘛啊！人质算不算？吕后是吧？吕后那个啊，吕后把那个戚夫人做成人质
个死亡，我觉得孤独的这种死亡其实更那个啊，就是空虚致死，很残忍。好，哎，这是我操，这什么？啊，我寻思脱屏幕了呢。好，我们看看啊，传说中的一枝花，这个人是有2条命啊，说错了啊，刚才那个不是有2条命，这是2条命的，我忘记了，记错 boss 了。这个哥们儿一看就是啥呢？我有钱，我有势，长得呢虽然说不是很帅，身材不错，但是我哎，而且呢战斗力不低。我记得我当年看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就是好像是小李子演坏，是小李子演坏人吗？好像是小李子演坏人，就是那个电影也是讲这个黑人奴隶的啊，讲这个我想不起来了，反正很好看啊，很励志那个电影。这电影我一说，好像你待会儿点我一下啊，我就能想起来啊，不点我不知道啊。啊，对，被解放的江哥，对，就是他嘛啊。好，打爆了之后，这哥们下来了。哎，这姿势非常的优美啊！我就不知道他为啥这个姿势，你看，还得摆一个 pose， 左手枪，但是这个位置无敌的，大哥你瞄准点不行吗 ？boss 跟傻子似的，这就卡无敌位了啊！打死了之后还有一条命，哎呀，还有一条命没死啊！好，有护心镜，但是你有护心镜，你何苦来呢？真是啊！好，还要卡一个无敌位。哎，你看又来啊，还没卡住。我们看看无敌位啊，这打小鸭子真的啊，卡住了。这位置不够好。这个子弹总是在好人的腿边路过啊！我就发现啊，如果导演不想让一个人死，就是人家拿加特林100多个人追你，你也死不了。如果导演想让你死，就是一个傻子啊，就随便开一枪你就死了，真的。好，死了之后还有一个玫瑰花的特效，我操，真的是有排面这个 boss 啊，相当有排面了。好，这很厉害。那感谢我们的谢雨辰给大伙儿表演这么一个1v4版本啊，也就是说这个游戏那就相当难了。1v4最高难度啊，用老二的本武，也就是本体的手枪1命通关啊，确实是比较凶。而且呢，这个通关啊非常值得看点是哪呢？就是说他教你如何通关。如果你这个再学不会的话，那你是吧？啊，当然呢，第一次玩、第二次玩、前10次玩你肯定也不会的。如果你背板。学学他怎么打 BOSS， 相信对这个技术提升还是有一定的。不过现在你要想在游戏厅、线下游戏厅找到这样的游戏，除非是千机变啊，那种大型游戏机商场已经几乎没有了。想玩这样的游戏真是太难了。而且越往后呢，00后、10后，现在就是20后的天下了，可能以后街机很少存在了。好，片子的最后呢也是 The End 的，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家伙喜欢小狼解说一键3连支持我狼，我们下期再见。